你是否曾经全身心的投入某个任务，忘记了一切杂念，失去了时间的感知，拥有超高的效率？或许那一刻你正处于心流状态。那这个神奇的心流就是你实现人生大目标的关键。那去年呢，我读了这本书《The Art of Impossible: A Peak Performance Primer》。那1年的时间里呢，我反复的阅读了几遍，有了很多新的感悟。所以在今天的视频里呢，我想跟大家分享心流背后的科学原理，如何用心流实现大目标，以及这本书帮我提高效率的4个重要启发。那作者 Steven Kotler 呢，多年来研究各行各业的成功人士，他想弄清楚这些实现不可能的人有没有可被我们复制的公式。那有人说成功靠意志力和努力，有人说是天资、性格、家世、教育，或者说是运气。那这些因素当然都有作用，但是他们都具有很强的个体性，不可被完美复制。那作者的答案呢，就是 flow 心流，因为心流是生物性的，个性无法复制，但是生物性可以。那 flow 的本质呢，就是大脑同时分泌6种使人愉悦的化学物质，包括什么多巴胺、去甲肾上腺素、催产素、血清素、内啡肽和花生四烯乙醇胺。那用作者的话说呢， flow 就像是所有使你嗨的化学物质调制在一起的鸡尾酒。那我们习惯把 flow 称为进入状态，它能让我们感到快乐跟活力，创造力和效率都大幅提升，那帮我们完成看似不可能的任务。he's wired in. That's what I'm talking about. 那每个健康人都能分泌这些化学物质进入 flow， 这就是它的生物性，是可复制的。所以想要实现不可能，你就需要能够重复的、稳定的进入 flow。那这就是本书标题中的不可能的艺术。那书中详细的阐释了 flow 背后的生物学跟很多能够帮你进入 flow 的方法。那这些内容呢，我建议去直接看原著。那我想要集中分享的呢，是那些能够帮你更好的理解整本书框架的启发点，以便你借助 flow 实现自己的不可能。那心流有一个特点触发它的关键在于任务的难度。那如果任务完全在你的能力范围内，没有任何的挑战，你不大可能进入 flow。那相反，如果难度远超你的能力，你也不容易进入 flow。那想要进入心流任务难度要恰好的位于你的能力跟挑战的边界上。那这个点就是所谓的能力挑战最优点。这是因为flow 状态源自于我们的生存本能。在进化过程中人类要不断的面对资源缺乏的挑战。那我们有2种选择，争夺有限资源，或者探索创新，创造新的资源。那 flow 状态就是大脑为后者进化而出来的机制，它能放大我们的能力去创造发现新的资源，是极端创新的生物学基础。所以心流的前提就是必须要面临挑战，但这个挑战又不能太大，因为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本能，那就是逃跑或作战。那挑战太大，我们会感到巨大的压力、不安、恐惧、丧失信心，选择逃跑。所以能力挑战最优点是进入 flow 的关键。那理解了这一点呢，我们就能把本书所说的不可能的艺术总结成一个框架模型。那我们人生有很多的目标，有近处容易实现的小目标，也有那些离我们很远的看似不可能的大目标，他们都是这个技能挑战尺度上的点。比如我现在刚开始学编程，那这些是初级开发者、软件工程师、独立开发者等等。那想要实现大目标，就要不断的把自己放到这个触发心流的能力挑战最优点上，并把它逐渐的向大目标推进，让这个不可能变成你的心流可碰触到的挑战。这就是利用心流来实现不可能的模型。那这个模型很简单但想利用它，你需要有一个大前提，那就是你首先得愿意把自己放到这个迎接挑战的位置上。那作者的回答是，驱动力帮你进入 flow 的游戏。那驱动力可以来自于你的好奇心、热情和人生意义，但仅仅有驱动力依然不够，因为你会发现当你站在这个挑战的位置时，挡在你和 flow 之间的还有另外一面大墙。OK， 在继续之前，我想先感谢一下本视频的赞助商领沟的在线语言学校，以及他们新推出的返校优惠计划。那领沟的其实跟这个视频的内容非常相关这本书里反复强调了学习的重要性，尤其是学习新奇的知识对创造力以及进入心流的帮助。那我们稍后会讲。那我去年开始在领沟的上学习西班牙语，这帮我打开了一个新世界的大门。
领勾搭的课程设置十分利于我开始学习一门全新的语言。首先所有的课程都是通过 Zoom 进行直播。直播课的优势在于有老师实时指导，能够及时纠正错误并给出建议，让学习过程更加高效。另外还可以避免购买录播课后不上课的情况，我相信很多人都有类似的经历。那领勾的老师呢，都是母语水平，使用目标语言授课，并且都是不超过5人的小班教学或者1对1。那他们真的十分强调互动，保证学生有发言机会。其次，课程按照专业的语言等级大纲设计，每节课都有制作精美的课件和预习复习资料。那课程结束后呢，你也可以下载老师备注过的课件 PDF。那这些资料对我非常有帮助尤其是我最近正在复习巩固，他们就成了我的教材。那领勾搭目前提供英语、商务英语、西班牙语、德语和法语课程，每节课时长1小时，预定非常灵活，无论身处哪个时区都能找到合适的时间。那我强烈推荐大家通过视频评论区的推荐链接或者折扣码注册领勾搭，享受7天免费试读3节小班课或者1节1对1的机会。试用结束后继续订购，还能享受2个月学费25%的折扣优惠。再次感谢领勾搭的赞助。那么现在就回到视频，研究心流的秘密。OK， 那我们刚才说到当驱动力把你带入到 Flow 的游戏后呢，你会面临一个大难题，那就是挣扎。进入 Flow 呢，实际上包含4个阶段。挣扎是它的开端。那很多人误以为有挣扎就代表自己走错了方向，或者说能力不够。然而作者认为正相反，挣扎正是 flow 开始的信号，因为它标志着大脑从高级意识转向下意识，而心流呢就发生在下意识之中。那想要明白这一点你得明白flow 的一个核心特征。虽然心流似乎放大了我们的能力，但是这种状态使用的大脑区域反而更少更集中。那为了保持对当前任务的超高专注度我们的大脑做了一种效率交换，那就是那些负责逻辑思考、规划未来等高级功能的大脑前额叶皮层会暂时的休息，转而利用下意识来高效的处理信息。想象一个舞蹈演员要上台表演，在准备阶段，他可能会被周围的噪音、台下的观众的期待以及自己可能犯错误的担忧所分心。但当他开始舞蹈进入 flow 状态，这些外界干扰就被屏蔽了，他的大脑关闭了那些高级的自我评价和判断功能，他只是纯粹的跟着音乐的节奏舞动，而他的每个动作都流畅有力，因为他完全沉浸在舞蹈这一核心的任务中，仿佛整个世界都暂停了，只有这个当下。那这就是为什么在 flow 状态中，我们感到一切都是自动发生的，丝毫不费力，因为它发生在下意识里。那挣扎为什么是 flow 的开端呢？我们尝试攻克挑战时大脑会经历一种信息过载，极力的搜索合适的解决策略。那这个过程大多发生在高级意识的层面，也正是在这里，我们自我批评和自我怀疑的声音尤为强烈，情绪也变得复杂多变。那在这种状态下，我们可能触发逃避或作战的本能。那选择逃避，你就剥夺了 flow 的机会；选择勇敢面对，这种信息过载会促使大脑做效率交换，从当前的意识状态转向下意识，把你的注意力集中到挑战上，进入 flow， 达到巅峰表现。所以在面临挑战时，选择迎难而上，突破挣扎就十分重要。这就是我的第2个领悟，要主动培养自己迎难而上的习惯。那作者举了一个例子一位著名的教练训练运动员跑步的时候，每到上坡他都会要求他们保持甚至加快步伐，而不是本能的放慢。这就是在培养遇到挑战立即选择战斗的习惯。那想要培养迎难而上的习惯，运动尤其有效。很显然看我体型就知道我不是一个爱运动的人，那这一点呢我已经在改正了。但是我一直有长时间散步的习惯，自从去年读完这本书之后呢，我也开始遇到上坡时主动的加快步伐，这对我确实有帮助。天上有个老鹰在那里悬浮着。 OK， 尽管我们选择了直面挑战，这不代表我们就不会被挑战压垮。原因在于每个人对挑战的感知度不同，那有的天生喜欢挑战，有的则避之不及。那这种个体差异呢，让定义能力挑战最优点变得复杂。那假设2个人体力相当挑战是登上前面的山顶，那喜欢挑战人会兴奋地说 Let's do it， 而另外一个人虽然体力足够，却由于畏惧而选择退缩。那任务的困难度更多基于我们
感知到的困难，而非某个绝对的标准。那这其实就回答了我之前视频中提到一个疑问啊，就是为什么有些人明明知道哪件事对他最重要，但却选择逃避呢？原因就是这些挑战超出了他的挑战技能最优点。但哪个大目标又不是如此呢？那成功者的秘密呢，是擅长将大目标分解为多个小目标，确保每个都在最优点范围内，让自己容易进入 flow， 提高效率。那这就凸显了任务细分的重要性。虽然大家都知道这个概念啊，我们更多的就是把它当成工具之一，理解不深刻，不够重视。而这本书从脑科学的角度揭示了其背后的原理，意义远超我们的想象。所以我学到的第3课是将任务细分视为和迎难而上一样重要的习惯和本能。在面对任何任务时，第一反应应该是考虑如何拆解，细分是成功的关键。好的，假设你已经勇敢地走到了挑战的边缘，将任务细分进入了 flow， 那么如何持续保持状态，不断提高技能，扩展自己技能挑战的界限呢？那作者给出了答案 ：Learning keeps you there, creativity helps you steer。这就是我从这本书里学到的第4课，在 flow 中解决问题是一个连点成线的艺术。那深入 flow 时啊，大脑释放的愉悦化学物质是超能力的燃料，但超能力本身取决于你的技能和创造力。技能决定了你的技能挑战最优点的位置，你需要不断的学习，把它推向远方。这就是 learning keeps you there。那些达到大目标的人啊，都是终生的学习者。而即用技能还不够，你还需要创造力来突破技能限制，解决那个稍微超出你技能范畴的挑战。想象一下，解决问题就像是在2点之间找到一条路径。在 flow 中啊，挑战超出了技能的范围，无法直接连接起点和终点，那你就必须得想办法去连接那些看似不相关但距离接近的点，找到通向目标的路径。那这种连点呈现的能力就是创造力，也就是 creativity helps you steer 的精髓。那如何更好的通过学习来获取技能，而创造力这种看似抽象能力又该如何培养呢？那在技能学习方面啊，作者提供了一条关键建议：高效学习的秘密就在于读书。作者引入了学习的投入产出比，或者称为学习的 ROI 来说明这一观点。那与其他方式相比啊，书籍的 ROI 最高，因为书籍所涵盖的内容更能凝聚作者深入的思考和努力。那作者给了一个形象的对比啊，一篇普通的博客文章大概800字，那需要读者3.5分钟，而作者至少要花费1.5天的研究和写作。那一篇时代周刊上的精彩长文，字数约为5000字，读者大概需要20分钟阅读。然而这可能是作者几个月的心血结晶，而对于一本7.5万字的书籍，读者也许只需要5小时就可以读完，但这其中融入了作者数年甚至10几年的研究和努力。很明显啊，书籍的知识浓度是其他任何媒介都无法比拟的。正因为如此，书籍能够以最高效的方式传递知识和技能。那我们如何获得创造力呢？在书中啊，作者给出了7种方法，但我特别想分享2个深刻的、看似矛盾的创造力来源：新奇性和限制性。作者说，新奇性是形成模式识别的基础，进而它也是创造力的基石。模式识别能使我们的大脑捕捉并预测外部环境的规律，而新颖性是激活和提高这种能力的关键。那想要增强创造力，我们需要将自己持续的置于新颖的知识、体验和环境中，让大脑不断的受到新鲜事物的刺激。比如，作者建议广泛阅读那些我们专业领域外的书籍。那这些看似偏离主题的阅读，实际上是在为连点呈现积累更多的点。那当你面临创意任务，初始的起始点呢是很关键的，因为它直接影响你的创意方向。要激发创造力，从一个跟已知知识不太相关的地方开始很有帮助，因为这样会促使大脑进行更广泛的搜索和远程联想。同样的，新奇的经历跟环境对激发创造力具有很大的帮助。无论是漫步在大自然中进行一次旅行，尝试新的爱好，还是主动调整工作姿势或者更换工作场所，都能训练大脑的这种模式识别的能力。然而，一味的天马行空呢，并非总有价值。想要拥有创造力，你还需要限制。
跳出盒子思考是我们常听到的建议，但是作者提出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应该学会在盒子内思考。那有时候限制正是创造力的来源。那一张纸太空白，没有任何实际的价值。这就是为什么作者坚守一个基本的原则，始终知道你的开始和结束。那有了这2个基石，中间发生的一切就是你在连点呈现。那没有它们，你可能会陷入僵局，浪费时间，甚至偏离主题。那这个解释让我恍然大悟，为什么我们每个视频制作都需要花很长的时间，就是因为我没有定义清楚结束的点。好奇心经常让我钻入一个又一个的兔子洞里，比如我会立即开始阅读新发现的书籍，学习新的工具或技能。虽然我学到了很多新的知识，但是这些让我把注意力从手头最重要的工作上偏离。有时候好奇心泛滥会让我们一事无成。所以我现在开始为我的视频限定字数和时长，并设置 deadline。那么没有这些，我会在上面花费无穷无尽的时间。OK， 那以上呢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那如果你喜欢这样的读书分享呢，就一定要点赞、评论告诉我。那我未来会制作更多的这样的视频。那感谢你的观看，我们下次再见，拜拜。